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厚之，大家好。好，那我不知道你这几天有没有在看媒体的时候，你看到有平面媒体的报道？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真的会有所谓的3张门票说嘛？为了要正席会，讲说那老共那个地方觉得，包括军购案，包括像陆配这些的参政权不能挡，然后甚或为了谋求所谓的两岸统一之间的一些的问题，国安相关的法令，然后类似像这样，国民党看了以后气得出来跳脚，直接说子虚乌有，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事情？然后郑丽文主席直接讲说，看起来府院党怕死他了，好不好？因为全的府院党就为了对付他一个人，这整件事情，我讲这件事情。光媒体爆出来严不严重？明显严不严重？很严重啊，很严重。好，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来冠廷是这有3张门票，明显他们一定觉得严重。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根本不用选啦。对，还是要先讲这个报道讲什么了哈。这个是《自由时报》的独家报道。那这个记者呢，姓陈，他现在主跑绿营，他过去曾经跑过蓝营2年。我要客观讲，他跑过蓝营2年，蓝营也很多朋友。那现在跑绿营 ，OK， 所以代表他蓝绿都有线。消息来源是哪里？无从得知。不是说冠廷，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现在是一届议员哦。对，你不是发言人，不是发言人，对，所以我没有这相关资讯。但我相信他不会乱写了哈，这个一个每个记者都要为他自己的新闻负责嘛哈。那里面的内容大概是如下了哈，就第一个就是说，郑丽文之前就曾经表达说他想跟中共的这个习近平来见面。那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就是国民党2位副主席萧旭成跟张荣恭10月底跟11月初已经到过中国跟相关人等见过面。那见过面当中包含立主就是说，郑丽文有讲啊，我是中国人啊，这些事情各表一中等等。但是看起来涉台系统老共那边他们给的讯息是说，那要具体做到3件事情，才能让郑丽文跟习近平见面。那这3件事情听起来都蛮惊悚的了哦。第一件事情就是第1张门票，要去北京的第1张门票是赖清德玩火行为啊、以武谋独啊这些形容词以外，最重要的是要让赖清德政府所提出的军事采购预算案不通过，这是第一个条件。第2个条件是说，哇，那现在台湾现在讨论各种限制中国配偶中国人民来经商投资的国安法立法的过程。大家听清楚，是国安法立法的过程要立刻停止。那第3个门票是说，哇，乐见啊，国民党以中国统一而且重申作为目标发展轴线，但应该要提出具体的行动。要具体行动。所以这3个东西都很惊悚啦。大概就第一个就是不让你军购。第2个就是说这些国安法令，如果是涉及到中国大陆这些配偶的权益的要全部停止。那第3个就是刚刚讲的，你要统一，嘴巴讲没有用，你要有具体的行动。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其实老实讲是引发轩然大波了哦。首先国民党是否认嘛，国民党是严正否认，然后直接说郑丽文是跳出来说，哇，是代表大家怕他等等。那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地方的要选举，无论是选县市长或者是立委的反应，其实看得出国民党对这样子的。对，因为他同时有2件事，一个是说3张门票，对。还有一个是在讲说，为了跟老共之间能不能够包括政协会或其他的这些，国民党会不会删所谓的那个党章里面的反共规定？是，那这个也是在那个里头。对，反共规定就更有趣了，因为国民党反共是神主牌。那如果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章的规定的第2条，里面是直接全文。本党结合全国及海外信仰三民主义之同胞为党员，所以第1个要信奉三民主义嘛。第2个更重要，恪遵总理总裁与蒋顾主席经国先生之遗教，融合族群，团结全民，复兴中华，实行宪政。关键下一句话，反对共产主义。所以反共是国民党的在党章里面的神主牌啊。那如果说今天也要求，包括要把反共给拿掉，那国民党会不会同意？看得出来，国民党对这件事情是认为说子虚乌有。那国民党的诸侯们的意见，我觉得更有趣了，因为国民党的党中央一定得否认嘛。那国民党包含谢依凤，谢依凤我觉得是一个指标了哈，他也有可能选彰化县长，也是在地的立委。他讲说没穿衣服可以参加典礼嘛，我其实讲得很重没穿衣服可以参加典礼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
国民党长期支持的是对国家国防安定有利的合理军购预算，所以看来他不反对军购预算，那他只是求合理嘛。我觉得这个跟之前傅昆萁他们在审这一个1.25兆的特别条例的法条，直接程序委员会退掉，感觉立场就没有这么100%一致了哦。那但他认为说过度浪费应该做严格监督。那如果是过度浪费，严格监督，应该就是相关的法条让它过。那如果说上限1.25兆，你可以删，你可以讲说啊是1兆，是9000亿，你可以在法条做上限嘛。那审查预算的时候，你可以对哪一个，比方无人机多少钱啊，反空飞弹多少钱，来做实质的审查。那后面他讲哦，他说如果要去沟通没有穿衣服，你要去参加典礼没有穿衣服，难道可以上场吗？他说反对以军购特别预算通过与否作为前提的两岸沟通。所以有民意基础的人，跟要选举的人，尤其是要过半的人，选立委、选县市长的人，看起来是不赞成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很难讨论，因为国民党是直接否认有这个新闻的存在，那这无法去评断的哈，因为看起来国民党也没有要提告嘛。国民党如果认为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真的这么严重的话，国民党应该要提告？对啊，就是完全没这件事啊。就个提告嘛。如果是，可我相信。我先讲这个记者大家都认识啊，他也不会无所本就写这个新闻啊。然后这个国民党当然否认，我认为也是情理之中。可是大家更在乎的事情是，这个新闻你否认我没意见。可是这3件事情你们的看法到底是什么？这是2个命题嘛，一个就有没有这件事，另外就单就这3个国民党的看法。这个国防预算、国安法治，然后以及要对统一有具体的行动，跟要提出具体的改革跟具体行动，我觉得这3个是国民党需要正面回应。那目前为止，郑丽文做的事情是，他否认这个新闻为重，可是没有去处理，就是大家在意的是，那这3条不会凭空冒出来。那说实话，现在也有人讲嘛，不对嘛，这3条其实跟国民党过去这一段时间做的事情，也看起来很雷同啊。第一条反对军购，当我刚才讲的，就是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直接在这个傅昆萁他们翁小玲等人直接就把他给推荐了。那另外这个如果是反共党章换政协会，国民党会不会在乎？还是国民党内现在其实并没有反共派，反共派已经不是主流派？我觉得这都是接下来就讨论的命题。来，明贤刚刚讲的第一个这篇报道，国民党已经出来，生活发言人牛举已经说胡说八道啊，什么这些词。那刚才冠廷讲的意思是说，哈，有没有要告？第二个，这整件事情除了国民党否认说没有这个以外，刚才冠廷加一个，那国民党对这几个命题的看法会是怎么样？第一个，我支持去告啊，我支持去告啊，这种本来就该告啊，不要告一告，自由时报的什么副总或总编辑又来协调啊，过去了啊，那渡轨啊，我也有啊。真的啊！说要提告之后，就马上拜托呀，这卖个啦，我那个我放刊弄的啦，有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冠廷我要讲了，我们自己都自由时报出身的，3张门票了，我真的很希望有3张门票。哪3张？经典赛去东京，中华队一定要先对日本、韩国先拿到我们前进美国的门票，这是我最想要的门票啦。我哥不想要吗？我想啊，大家都想啊，大家都想抢啊，你知道吗？而且是12月18就要抢票了，下礼拜就要抢票了，很重要嘛。所以老讲，第一个啦，你说几个里面，譬如说要说要见习近平，赖清德公开讲过嘛，他说要习近平要喝珍奶吃虾仁饭啊，请问他有没有提3条件？所以你对郑主席来讲，我几个命题先跟你讲啦，最大的一个反不反共，党章里面。我不赞成动啊，而且第二个，你在我不赞成动，我不赞成动啊，而且目前我在党内我是有职务的，我没有听过成立党章小组啊。党章要送到全代会之后，要第一个过去有修改过党章，包括连主席任内有，要成立一个党章小组，要来推动集思广益，要怎么修？有啊，马总统任内好像也有成立过，到此时此刻。国民党内没有任何讨论要修党章、要碰统一啊！你说未来要统一，此时此刻也没有要统一的条件啊！你说两岸要统一，那个多久的时代？而且我要攻就这边的嘛。如果两岸统一的话，你老共至少现在可以直选总统嘛，跟台湾一样啊！你要真的完全落实民主之后，你各县市、各省长都可以用选的。OK， 两岸制度、民主制度一样的，你再来谈嘛。此时此刻本来就是啊，反共是反对共产制度啊，反共不反中嘛。那至于说。你说修改倡议完全都没有啊？第二个，如果假设依照自由的报道是这样子啦，说2月农历年前就要那个政习会了，拜托，我敢跟你保证啦，
根本没有这一回事。那自由时报他记者好了，冠廷你讲啊，真的有所本，那采访到谁？如果是采访的话，一定要有 source 嘛。第一个采访到郑丽文主席吗？没有嘛。郑主席出来反对嘛，出来说曾经没有这一回事嘛。第二个采访到宋涛吗？还是跟记者跟宋涛有微信，还是有赖时间？哇，那个主任，请问你跟国民党的副主席谈了什么？还是问到王沪宁，还是问到习近平？冠廷这会记者的呢？你讲那个记者跑蓝跑绿，跑了2年的国民党，现在跑总统府，他的消息来源会从哪里来？所以我存疑嘛。对我担任过记者，我也跑过很多头版头，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我也跑过，我也跑过联合报的头版头。头版头消息来源是谁？这不用讲吗？所以第一个，我不认为国民党内有人放话嘛。那谁放话？第一个，除非他。你觉得谁放话？我认为民党内部消息来源比较有可能，或国安的，或总统府内部的啦。为什么要这样放？国民党为什么？第二个放话就是这样子嘛，他还铺成一个嘛，再怎么野蛮，不要挡军购预算嘛。他在复制阿碧还准双 K 席，国民党那时候在野党的治水预算，那为了明年选举2张牌嘛，第一个抗中嘛，第二个在野党军购预算嘛，然后接下来铺牌就说你国民党就是中华在台湾的分支。第一个抗中嘛，第二个在野党军购预算嘛，然后接下来铺牌就说你国民党就是中华在台湾的分支，然后又来了嘛，大罢免那个抗中的一个模式打到现在又继续打。老讲了，那个11月的时候，包括旭晨，包括张荣恭在北京的时候，在上海嘛，见那个去访问大陆的时候，请问那个冠廷嘛，那时候400亿的军购预算提出来吗？没有嘛，所以这个逻辑有问题啦。那现在在野党在立法院处理军购预算是这样，国民党的立场是不反对军购，可是反对空白授权。至于说为什么自由时报这一篇出来，我不去质疑他的消息来源或怎么样，可是当民进党全部包括车翼都压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弄一个铺排，明年选战就是要提早抗中保台。我必须要回应一下就是明贤哥刚才讲的一个事情有很重大的误解跟落差啦。哪一段？说是你们放的消息吗？不是，我这新闻事情也要讲。我先讲国防预算的部分。国防预算1.25兆这件事情是特别预算。特别预算前要有个特别条例，没有空白授权。特别条例要处理3件事情，在这一次行政院通过的特别条例送到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全部都有处理。哪3件事？第一个事情，这一笔预算要用几年时间？第二个，这笔预算的上限是多少？1.25兆。第三个，这一笔特别预算会用在购买哪些东西？里面明确的第4条写精准火炮、远程精准打击飞弹、无人载具反制系统、防空反弹道反装甲飞弹、AI 人工智慧辅助、强化作战持续量能相关设备、台美研发采购合作，7项全部列出来。所以你想象状况会这样，这包3包还上面5啦，就是这7个范畴。我一台枪，我在轰打，要说要变数，能会输啦。这样不叫做有清楚啦。这7个条目叫什么意思？我1.25兆只能买这7个项目，那就这7个海了。所以不是这7个项目，而这7个项目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在委员会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你们认为哪一项不应该条例里面，或哪一项要加，加进去之后，行政院负责任的送出预算来做审查。所以精准火炮编多少钱？远程精准打击飞弹包多少钱？买什么东西是预算会编列，所以不要再讲这空白授权了。美国国防部都还说我要给你哪些东西，我都还没决定。对啊，你现在说我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所以你证明了一件事情。台湾的国防部有我们主体性，我们提出了我们的需求，这7样，希望先给立法院来做审查。你现在就是根本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先编预算嘛。国民党根本没审。国民党直接程序员把它退掉，不是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审，什么叫不知道？美国国防部跟你讲说要卖什么都给你，都没决定啊。我们必须先提出我们的需求，需求在这里嘛。我们讲我们的项目，而且这是法条，我想现在不是预算。现在叫特别预算的法条，特别预算的法条，买哪7样东西是尬作会的，这2个东西是尬作会的。好 ，OK， 我们等一下讨论到特别预算跟军费，我们先把那个意识形态这一块先把它解决掉。好，包括刚明贤直接讲是绿营，然后包括讲甚或是国安单位放这个消息，有刚明贤质疑啦，说会不会是这样？对了，因为明贤哥也是记者出身嘛，我也是记者出身。我还是相信，就每个记者一定他有所本，而且写到这么巨细靡遗。但我要讲的是说，他这3件事情跟国民党过去这段日子的所作所为，我认为是高度雷同啊。我举例子，比方说，在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
11月19号的时候，张荣恭到中国 Yep 去讲了什么？去和睦兴台，结果国台办直接就讲啊，愿与国民党一道推动两岸融合。然后到了11月5号的时候，宋涛见萧旭晨啊，见完之后，国台办说愿与国民党共谋统一啊。要共同来谋求怎么统一耶？就这个事情是跟过去跟国民党的互动又往前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OK， 明贤哥刚才讲这样我能够接受，就是今天看来国民党反对好国防预算大家可以讨论，反对说把这个反共的党章把它拿掉，其实是真的啦。你看柯志恩怎么回？柯志恩后来直接就讲说那个他没有听过嘛，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他也觉得不妥嘛，那我就用行动。来证明一切嘛。OK。然后我跟你讲，我本来你们两党在吵，我是不想讲的。但是你刚刚那个东西是让我太火大，所以我真的要讲。哪一套？你刚刚在讲国防预算那个，实在让我太火大了，所以我要这老记者，这老记者。对啊，可是我你想要供嘛？第一个记者我也认识啦。他里面写什么？反对赖清德总统要的国防预算。老共就是不会用总统这2个字啦。他用扩德哦。他用扩德哦。你告诉我，你扩德哪里来？这第一个就表示你处理这新闻很精帅嘛。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讲这个，刚刚明宪第一个讲那个东西刚开始没有发生。第二个，老共在处理两岸互动的时候，我先讲第一个，你刚刚讲说他们亲共这件事，我都同意。他们比以往更亲共这件事都同意，但是更亲共跟有这3件事情是2回事，对不对？同意。老共以往在处理两岸互动的时候，一向都是抓大放小，要名不要利啊。我可以给你钱，你只要维持统一大业的时候，就可以。老共会不信任、不相信郑丽文是统派。你现在他能写的一路，老共不相信郑丽文是统派，所以我给你3个条件，你要证明你是统派。你告诉我这个逻辑会通吗？第二个，老共一向就是你只要承认统一大业，什么都可以谈。连马英九在第二次马习会把中华民族讲中华民国，他都没意见。你告诉我啦，习近平会跟你要这3项，这个这么琐碎的东西，你看不起习大大了吧？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是做成这个样子？老共以往只有让利，我会回过来讲，他今天让国民党今天给的是3个，老共要给国民党什么？这主要互动，主要有来有往吧。虾米都没，我跟你讲，他不好意思讲，我就讲了，就是今天的新闻就总统府放话了。就是这样嘛？为什么会觉得是总统府放话？不是记者跑的是哪里嘛？对不对？他凭什么从国民党内拿到这样的讯息？而且这个讯息就这么离谱，空穴来风，就是让冠霖这样继续炒作啊！所以我不知道是讯息是真的，但是制作单位不是的题目，就是你国民党要对这3个表态。就是扣人家红帽子嘛，对不对？好，我对于就是人家记者怎么写新闻什么，我没办法评论啊。猴子哥资深的前辈，但是我回来讲啊，其实历任国民党的党主席，我的理解啦粗浅，也许明贤哥可以指正我，能够见习近平都想见，可是习近平没有每个都见。来，我先把这段讲完。好，你接下来讲这个我就讲。对，是。老共因为跟国民党特殊的历史渊源，所以只要是国民党主席去北京一定见，每一个都见，不要怀疑。连战见胡锦涛，因为他们就认为我们俩是对等的，所以连战只要到北京就可以见到胡锦涛，洪秀柱到北京就可以见到习近平。马英九的状况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马英九那时候是用两个领导人，所以在新加坡见面。2次马习会也不是走现任党主席。所以，从老共的标准来讲，如果他愿意让郑丽文去北京，就一定可以见到；要不然你就不要来北京，就不要去嘛。不是他不让他去，不是有可能不让他去。我只是要不要你去而已。但是，没有人在跟你谈那个。对习近平来讲，跟你谈那个沙巴，不，你看，我还是要讲吧，就每个不同看法但我真的觉得这3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讲不是沙巴，对习近平跟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关系是重中之重。第一个，你有没有支持国防预算？刚才大家也讲嘛，认为说美国要，台湾要，那你今天老共当然不想要嘛。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国安法治，就是现在这些大陆籍朋友、中国籍朋友也好，实际上这个国安法治会影响接下去蛮多事情。第3个事情是，如果说中国统一为目标发展轴线，有具体的行动这些事情，对于习近平会不会想要？我认为是比以前更想要啊，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这么离谱啦。
就是等着看嘛。范老师，来直接来看，那现在这几件事情都嘎在一起了。一个是好，那刚明显讲他主张要告，那当然国民党的态度现在是骂得非常凶，告诉你说就子虚乌有、胡说八道什么什么这些。那可是看起来没有要走到这一步，就是告不告的这些问题。那以送指分，然后送不一定能够指分。可是你知道现在台湾的一个氛围就是，如果你没有送，没有诉讼，基本上那整个大家光讨论起来，对国民党来讲，感觉上就会贴了一层像这样的一个阴影在上面。好，这未来该怎么样解决这些？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国际法那个问题，因为这几件事情，刚冠廷讲说，现在国民党做的几件事，会不会跟他们讲的这个东西感觉有一点像？也许是巧合或什么，像国际法。要把陆配的一些参政权你也要修，或所有这些。可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单一选区啊，譬如说立委、县市首长，更不要讲2028，那更严重了。那势必你要拉拢是中间选民嘛？那你太往深蓝，更不要说你是偏红统那一块，对选票来讲怎么会去有利呢？国民党不是不知道，郑立文也一定知道这些事啊。其实这个新闻啊，刚刚讲说是自由时报出来的，你认为民进党希不希望郑丽文去北京见习近平？当然希望啊，赶快去，越快越好，抱在一起都可以，最好是红地毯迎接啊，在首都机场啊，高级的车队啊，坐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红旗牌轿车，跟习近平同等级的，然后到人民大会堂跟习近平两人握手，创下这个国共论坛啊20周年的最高的这个亮点。我不觉得。那个赖清德不希望啊？你觉得他们希望的原因是，如果这样的话，那选举就麻烦了。对啊，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民进党说要去给他挂红帽子啊。那我第二个，你觉得郑丽文怕被挂红帽子吗？11月14号，《日经亚洲周刊》刊出她是什么统一女神。我今天如果我是郑丽文，我就告日经亚洲，你凭什么说我统一女神？今天如果日经说我是统一男神，我一定告他啊！虽然我也常吃统一面啊，但是跟那无关。像我就觉得不是啊，那表示他不在乎嘛。然后你看他这两天这个国民党的前主席啊夏立言说什么？他说国民党追求的也是未来的统一。这个是一个必须走的方向。台湾自己要跟很多台湾人讲，这叫务实面对的现实哦。你这样讲喽。夏立言是在中国深圳哦，他现在人此刻正在深圳哦，所以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说夏立言现在不是副主席，但他还是有一定影响力嘛，所以这三个东西我也不觉得对国民党有多么大的侮辱啦，但是我觉得会出现今天国民党出来反驳的原因会很怪，我觉得反而我认为是国民党里面的本土派，今天国民党出来反驳的原因会很怪，我觉得反而我认为是国民党里面的本土派，他们觉得郑丽文再这样搞下去，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新市长选举那因为他们知道郑丽文在党内，他没有什么派系跟影响力嘛，他过去是当发言人，他是这个系统，他当不分区立委嘛。你看现在国民党光是国民党是一个很奇怪，是下边很大，头很小，下面就是地方派系嘛。接下来要调和顶赖啊，大家都要出来选县市长啊。那你郑丽文，你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吗？你的底气拿来。习近平啊，在国民党里面，老共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啊。起码我的政治局不，他没有政治局了，起码我的中常委有彭英路这种人嘛。所以在国民党拿到习近平的加持是有影响的。被习近平醍醐灌顶回来之后，我就可以来解决党内，这是郑丽文的想法。可是国民党本土派不这么想嘛？你郑丽文，你再继续喊我跟你讲了，你那个高雄对不对？那个国民党现在柯志恩每一次的发言基本上，你看像郑丽文在他旁边喊说投给柯志恩就投给他，柯志恩就是说投给柯志恩就是投给中华民国，对啊，就是投给经济发展，对啊，对。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到选举那如果明年？这个郑丽文到高雄许了柯志文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柯志文还要选吗？所以我讲，我觉得这个反扑反而是来自于国民党内的，然后把这个想法可能告诉了这位自由时报的记者，然后把它弄出来。
啊，所以现在郑丽文赶快否认嘛，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要出口转内销嘛，对不对？来，很多党这样，这也不只有国民党这样，你说民进党有没有？也有这种情况啊？对啊。来，你要不要回答？范老师的对媒体的识读是高深莫测，远超于我的了解啦。没有啦，你说这相关的是说。有没有被抹红这个事嘛？民党有没有？你比如说刘世邦他们讲台湾国啊，王一川讲台湾国啊，你觉得卓冠廷要不要讲？所以我认为说该告就要告了，要提就告。我回去我就马上跟我民主党讲了。那第二个，你说在什么南部本土派出来放话，绝对没有所谓的。你说我是本土派还是中华民国派，还是亲中派？你干脆讲说我是北京在台湾的代言人好了。我觉得不要用这种抹红的啦。所以如果要用抹红的方式，以军购来讲，最后会怎么样？我觉得变成国民党不会打嘛，说明年投卓冠廷就是投战争，投国民党就投和平，明年变成战争，你们一定会这样打吧？对啊，你说要反军购、党军购，说就说投国民党就是支持那个北京啊，反过来啊，投卓冠廷就是要青年上战场，投卓冠廷就是要投要战争，就变成这样子啊。为什么军购就是要战争？军购是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啊，他自己怎么去做负担嘛？怎么会在家里装保全，变成说是要战争？如果国民党真的这样打，保全能够自己能负担啊？你看看嘛，我希望国民党这样打，国民党打就是政治制裁。好啊，那就打啊！你打国民党抹红，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刚刚不是抹了一整天了吗？你们那么多萧旭晨等的还不够红吗？还要我们抹吗？他哪里红了？那我红不红？你还好，就不要这样用抹红的方式嘛。萧旭晨很红嘛，明显就你不能说衣服穿的绿就是绿嘛。好 ，OK， 但将军这个节骨眼上，何一路又跳出来说话，对，不是本来根本没有他的局啦。你说国民党要不要处分他，要不要什么？反正现在就摆在那儿吧，要不要处分再说。他这时候还不甘寂寞的跳出来，甚或直接抢，还点名了郑丽文，还说郑丽文是要拉拢中国，要选为2028什么这整个已经搞乱了。现在啊，那何一路。应该不是民进党的吧？绝对不是，不会是。何一路应该算是统派。他自说是合统派。他前面的那个说法还不算统派。对，他说他是合统派，他说他是合统派。OK， 我讲合统合统只有谁有资格说合统？习近平。我要不要打你而已嘛？你难道是我们决定合不合统吗？没有，决定合统跟武统的人叫做习近平，他是绝对的权力。这开玩笑。世界军武这个排名前3的合统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说，叫习近平，其他的包含这个川普都没资格讲，只有习近平。那么何应禄所讲的合统是站在谁那边？当然站在习近平那边。所以国民党才要处分他嘛。好，如果今天何应禄搞得很模糊啊，我们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告诉你，何应禄可能就回不了中国了，他就再也回不了中国了。对。只要他说我要的统一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消灭万恶共产党，何应禄再也回不了中国了。他想回都回不去了。所以我讲国民党处分何应禄到现在还没处分，我鸡排都请了，我跟任运鸡排都请了。对，那他申诉嘛。所以何应禄是不是国民党自己人？还好国民党说不是。如果国民党说是，国民党完蛋。不是，可是将军最麻烦的是何应禄他讲的话。会被不管你说被绿营的或者是绿营的的一些支持者或者什么会拿来用，不用白不用这个才比较麻烦，非用不可啊，不用白不用啊。他骂郑丽文的话，在场所有的人如果骂出来，郑丽文都好回嘴。对，就何应禄骂完以后，你知道你要回他嘴还真的麻烦。因为郑丽文在国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解读里面，他的想法跟何应禄是相近的，就统一的嘛，他是主张和平统一嘛。只是郑丽文的和平统一跟何应禄的和平统一不一样，我觉得只有郑丽文知道嘛。可是何应禄的解读是没有，他跟我一样嘛，他跟我一样，所以他骗了我嘛。我突然间跳出来说郑丽文的统一跟我一样，好像是突然间跟你说皇后没有穿衣服一样，国王没有穿衣服一样，戳破了嘛。那可郑丽文可以跳出来讲，你胡说，何应禄根本就胡说。我要的统一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且呢是用和平的方式，是让中国不再实施共产主义。如果郑丽文这么一讲，不就结了吗？对，也结了，也结扎了，再也没有办法跟中国谈了。如果郑丽文讲说我是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是要中国不再实施三民主义制度，跟我们一样自由民主，那郑丽文也不用去中国了。中国就把你视为跟赖清德、跟蔡英文一样了嘛。所以郑丽文不能说明白，但是我相信他心里是很明白。那可是何应禄把他讲出来了，讲出来就麻烦嘛，就难过嘛。
那党中央当然要处分他，要离开他，那他自己就离开国民党是最好的方法嘛。对，那但是呢，郑丽文为什么不见何英路？他不能见嘛，你怎么见他？你一见他一讨论出来，到底是我何英路讲的对，还是你郑丽文讲的对？他不能保持清晰，一定要模糊。那郑丽文，而且何英路讲出一句哦，郑丽文想靠中国，哇，这个侮辱大了，这个侮辱大嘞，就是这个意思我解读一下，这是我解读何英路的意思，就是说，凭你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休想重返执政，你非靠共产党不可，明白了吧？各位，如果这个事情国民党不跳出来反驳，那完了啊，所以。何英路才会讲说好，不过何英路今天他的讲法就是说，我要用无党籍的方式来选议员，你选议员也不能斡旋两岸和平啊，对不对？你要选立委啊，你要选总统啊，所以他就是气话 ，OK， 他就是气话，表示个态度。那么我讲何英路喊统一，他喊红统被砍不对，喊统一的人国民党太多了，为什么就砍他？太直白了，太直白，太明白了。而且他今天还跳出来讲说他打考纪会，他说考纪会的主委造谣坐牢都能当官，对不起，我认为国民党那不是官了，那位置应该是无给职的，他就在打考纪会的主委啊。那你想想看，这样子他是对国民党要毁灭式的同归于尽的，他觉得你既然不附和我的红统，我就跟你鱼死网破。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何英路的事情造成了国民党一个蛮困窘的一个方式，一个问题，就是红统、蓝统。深蓝、本土蓝、外省蓝，现在搞不清楚。这是国民党的危机哦。不过现在看起来，任俊，2026这一仗本来就是地方选举嘛，你说就选县市首长、来议员这些，可是看起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8，也没有什么2026、2028之分了。意识形态的战争在2026这一仗就会被拉进来先打吗？过往在县市首长选举，确实大家不去碰两岸议题啊，谁碰谁死。因为地方县市首长如果两岸那么容易操控的话，那多数其实也不用怎么地方耕耘的嘛，就创造议题就好了啊。但我认为今年你说郑丽文或国民党今天出来这么严正的发表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不认为他是因为被绿营攻击跟批评啊，我认为来自于蓝营内部的压力是大于这一切。绝对是因为蓝营内部的压力啊，否则你当天见报，当天就可以驳斥了。我觉得我们坐在一起好像想法比较相同。你是说姚慧珍跟你的想法差很多吗？差蛮多的。你是男神，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民进党根本不怕郑丽文去啊。我说实话，民进党你去嘛，你去嘛，这个累积雄伟不有什么不好了？你看那3张门票，我老实讲，我可以赞成猴子刚刚讲的那个啊，有些真的 low 太 low 了啦，就什么改党章无聊到极点嘛。民进党都能讲务实台独了，国民党不能讲务实统一吗？不会去搞这个啦哦。但是你说这几个，从郑丽文11月1号接任党主席完到现在为止，郑丽文说我好像干了3年一样。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所有的议题都围绕在两岸里面嘛。是你不断的把两岸这件事情扩大，刚一直讲统一，何英路跟郑丽文，我就问一件事情嘛，何英路的那个说法叫你捅我啦，就老共统一我嘛，那郑丽文你的统一是你捅我还是我捅你嘛？看起来郑丽文我认为啦，郑丽文应该想要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啦，我个人善意的解读啊，但我就讲就现实上面来讲，多少人认为他捅我的机会大，还是我捅他的机会大？就是说这个新闻我必须讲哦，它太切合了一个东西叫时事的脉动嘛。刚刚提到1.25兆嘛，然后这个国民党搞国籍法嘛，再来就是郑丽文一直讲国共和解要从郑丽文开始嘛，不是你形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告诉大家讲说哦，我一直期待见习近平，这是郑丽文讲的啊。猴子刚刚讲的几个国民党党主席，我都同意啊，对不对？那个胡锦涛连战去见，那我就问一个，哪一个党主席像郑丽文这样子的？猴子刚刚讲的几个国民党党主席，我都同意啊，对不对？那个胡锦涛连战去见，那我就问一个，哪一个党主席像郑丽文这样子的？你前面大家谈好去北京，当然他会去，代表大家都沟通好了嘛。那我就问一下，马英九之后，吴敦义不想去吗？吴敦义当时的大陆事务部的主委是谁？
周继祥老师，周继祥在两岸走多久？这也不是秘密，但是为什么不能成？因为很简单嘛，吴敦义在那一块没有获得老共，就是 OK， 你可以来。我知道当时中国的讲法就是可以来有什么问题？但不会见，但不会见嘛。所以吴敦义当时他们国民党党中央当时就认为说这样根本不对等，我去了没有任何意义。我必须讲，还好他守住这条线，我不会批评他，然后他守住这条线。那以后还有哪一个党主席？这更之前，你说马英九一天到晚有马英九有，他一直想见习近平嘛啊？那你说连战有这样敲锣打鼓说我要见胡锦涛，我要见谁吗？那很多东西是水到渠成。所以你今天回来看嘛，就说国民党今天这个否认就也很特别啦啊。他说否认说在造谣哦，就是怎样，反正那个都是官场上的政治用语嘛啊。但第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在农历年的这件事情？其实我私下问很多国民党朋友，其实大家都觉得妈去什么啦？是有什么好去的？他们其实是反感郑丽文一天到晚说他要去见习近平。我就讲时间点，你哪一个时间点认为适合嘛？你明年开始所有地方县市首长要选举了，谁会认为郑丽文那时候去会有一个好的评价？连国民党都很担心，说你今天去的是被交付任务嘛？当年连战跑去中国，就为了那个16个字。搞到最后，国民党那个马英九当总统要跟连战切割。当时时任总统发言人叫李佳飞，跟连战的幕僚怎么隔空开战的？大家当时都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他太挑动那个神经是，我今天一个党主席，我今天跑去了，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任何一个被人家掩盖，被人家干嘛？人家截你的一句话做成新闻，你要回来解释几百次。如果明年的时间不适合，请问后年适合吗？那后年更不适合，因为在2028要选举啊，对啊。你跟我讲，你期待要见习近平100次，你哪个时间点可以去嘛？所以我还是这样讲啊，就是说国民党今天可能他们真心认为没，我其实有接到那个党里面的人，有人就是私来传啊，就是说他们也希望能够澄清，说其实没有接获这个讯息，并没有说媒体报道，我帮你国民党讲话哦。国民党内部其实有讲，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并没有说他们开出3个门票。可是我就讲啊，今天对很多人来讲，是在这1个月里面，国民党针对两岸的东西的那个敏感，它会不会太敏感了？敏感到所有的议题围绕在这上面打转，包含像国基法，我就问一件事情，请问那么多的东西要审要处理，你说1.25兆我都同意哦。你今天进到立法院来，老实讲，取得法源不代表就是我一定预算要给你哦。那问题是国基法是这么迫切需要为了几个人想要参政，而硬要把它弄到这上面来吗？还好，我觉得国民党还是有些有脑袋的哦。今天有传出来几个争议的，大家别再搞事了哦。今天暂缓。我觉得最少这件事，但回来是郑丽文会因此而断掉要见习近平的想法吗？如果他没有断，大家一定还会，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不会是3张门票的问题啊，你还会有其他很多的条件开出来啊。来或者问一下，刚才任俊讲的意思很妙，这3张门票，就算这个报道没有这一回事，可是它是反映出了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国民党刚好是不是也在做了一些类似这3张门票的事？但只要这个时候有人写了一篇这个报道，社会上会不会就觉得原来你们是有这样一些事，所以国民党就算再怎么否认，他就算没有这篇报道讲的真的有3张门票，可是那几件事是正在做。郑丽文从上任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议题几乎大概都是两岸，这些对国民党在2026这场选举现在看起来往下一路打，真的会有利吗？我先讲，就是说他第一个当然就是郑丽文本身自己的言行，让这些变得红帽子很容易扣嘛。你如果没有一天到晚碰这个，对不对？你这个也扣不上去。问题是你一天到晚碰这个时候，这种看起来不太像回事的东西，大家也就有人信，也有人继续传嘛。我先讲一个前面的议题哦，刚刚讲到那个河阴路河阴路是27选29。就是应选29席的中常委，只有27个人登记。国民党现在中央委员差不多这样啊，所以第一个他没有什么代表性，第二个我就劝大家，如果想要去搞个国民党中常委容易啊，因为你只要缴了党费，等到年限之后，你选中常委，只要登记，大家就当选中常委员，要当选中常委，大概不会有大问题。新一届抢得很凶，也没有抢很凶啦，那中常委也是刚好足额过一点点而已啦。好，所以不用把它放得那么伟大。但你国民党自己的那郑丽文自己的问题，你国民党烂成这样还不去改革，可以搞到没有人要选，然后你还一天到晚去想两岸，那个选举办法还不改。
好，回到郑丽文本身的议题，第一个，我认为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明年他是没有机会去的。好，不是除了刚刚任俊讲的那个之外，我觉得老共你现在也不希望去。我明年川普跟习近平要搞这么多事情，你来看，你来差什么为啊？我讲大哥都不要笑二哥啦。我们2个党主席，一个想见川普，一个想见习近平，明年都见不到了。毛起来就是想要见啦。这赖清德也是想要去美国，明年也去不了了。人家2个国家在搞大事啊，没有人要理你们啊。所以今天这个状况，我在讲说你要说他们会开那个条件，就很奇妙嘛。我明天有这么多事情，而且老共会不知道说你的郑丽文手伸令不出党中央，手伸不进去立法院吗？管不了立法吗？老共会不知道说你们这些除了你郑丽文之外，其他国民党县市长都怕得要死吗？2015年马习会，2016年国民党输到痛口，韩国瑜进中联办，韩国瑜被罢免，然后大罢免也是因为傅昆萁，你明年后年进了，国民党通通不要选。连在那时候进的时候，因为去那个联湖会是因为刚好选完，所以没事。然后那个洪秀柱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选举，所以基本上来讲，国民党的氛围是绝对不会有人希望你能够去的。那我觉得老共也清楚这件事情，所以老共不会期待这件事。我觉得老共现在的状况是说，他要去看你郑丽文，你到底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最后你在国民党内的代表性有多少？你到底能抠多少人呐？OK， 你如果说国民党你是大一统，那是一个规格，国民党谁都不理你，那是另外一个规格。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段时间，不管他的包括副主席这个层级的往来，他一定会继续。可是老共会在那个地方继续观察，说你们郑丽文为首的党中央到底有多少的实力？短期之内，张荣根跟萧旭晨都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我不确定你有多少实力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放东西给你？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他自己一头热。OK，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现任首长当然也会很紧张。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如果只是喊，大家可能还勉强可以接受。你真的要去的时候，大家真的翻脸的啦。所以我觉得一定翻脸嘛。你们要不要算？我刚讲了，因为选战是我要打的。我刚讲了，每次见每次输嘛，对不对？每次见每次被罢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的时候是没有人办法接受。现在状况是说，你高兴喊，你不要太离谱，大家让你喊就当做洪秀柱在当党主席的时代，好。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出了像今天这个问题出来，被扣上红帽子之后。党内压力就会出来嘛，你到底要不要修正嘛 ？OK， 但是我觉得他短期之内不会做了。可我必须要讲，因为国民党明年9合1选情其实没有那么好，大家有在算的就知道，国民党席次大概只有减没有增啊。那老共这时候会跟你雪上加霜，我觉得也不会。那我觉得，而且假如说如果明年掉得太离谱，郑丽文你明年就下课了啦。还做什么党主席？那还要什么政协会。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最起码蓝营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盟友，就蓝白之间，如果蓝白合的话，以一般你说拿数字来看，是不是真的6:4比？好啦，5:5、4:5。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一路上走，当柯文哲跟黄鸿昌2个人在直播完所有这些以后，接下来这个礼拜开始，那柯文哲就观众朋友，你对于那个12月11号开始的言辞辩论这些，你不用一开始就寄望柯文哲一开始就可以慷慨这样，没有啦。我跟你讲，那程序会很长，光前面那个证据提示，我就不知道要提示多久，好不好？等到柯文哲能讲话，我判断应该要到12月大概中旬快下旬，但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可是重点是在于，冠廷是为什么柯文哲好？当他出来跟黄鸿昌合体以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变化哦，助理费这件事，这件事情黄鸿昌白银显然跟蓝营就不同调喽，是柯文哲开始要告诉白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当小蓝吗？是因为有开始产生这些变化吗？可是现在整个看起来的话，柯文哲在过程当中，他直接讲说他要请缨南下，为什么要这样？当柯文哲跟他直播完以后，黄鸿昌在党里面2月1号是不是立委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党主席呢？他的实权呢？好，我要讲哦，柯文哲跟黄国昌这场直播意义非常重大，谁是主谁是客，看什么地方，看平台是谁开的。这一场直播是柯文哲的平台。黄国昌没有串流，黄国昌的 YT 也没有开频道，也没有开直播，是在柯文哲的频道播。柯文哲频道播是什么意思？今天5哥我在你的节目，我是你的来宾，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所以那一场主角
主场是柯文哲，这第一点。所以那5.5万基本上就冲着柯文哲来吗？大部分就是一方面也是啊，二方面当然黄国昌跟他2个 fit 在一起，当然有话题嘛。但是我要讲是所在的主场是柯文哲的主场。OK，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一般的人情互动来讲的话，就是柯文哲的频道邀请黄国昌来嘛，那黄国昌得来。好，这第一点。第二点，现场其实透露出很多有趣的讯息，包含柯文哲在言谈中直接点说啊，黄国昌你明年也要忙那个地方选举啊，意思就是你要忙新北市嘛。是。后面话锋一转到说，那他也可以去南部啊。对。当然他没有讲说要去南部选，可是其实在政媒圈，我们过去几个月一开始大家当笑话在聊，说哎呦柯文哲出来会不会用怪招？选台南市长，选高雄市长。我们过去几个月一开始大家当笑话在聊，说哎呦柯文哲出来会不会用怪招？选台南市长，选高雄市长，甚至选台中市长，出怪招。一开始是这样，可是没想到现在好像慢慢往这个方向在走。就是如果柯文哲他本人都真的下去选6都，黄国昌有什么理由新北市要酸？我觉得这逻辑就很简单了。柯文哲如果他真的下定决心，无论选赢选不赢，为了他的党团，好，为了他自己的声量，为了他种种原因，他真的愿意下去任何一个县市站，那黄国昌他新北就选定了啊。你有什么道理柯文哲选，然后你可以有这个不选？再来第3点，过去1年多的时间，大家认真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个社会注目的法案或社会注目的预算，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黄国昌领军之下有重大分歧？我有看过1、2个小新闻，可是都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大，印象不深嘛。可是，在助理费这一题，黄国昌很明显的在这个时间点跟国民党，尤其是傅崐萁、陈玉珍等人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傅崐萁还告诉你那是个进步法案。对，傅崐萁讲是进步法案，提案是陈玉珍提的，而国民党的助理是透过什么管道出来讲话？国民党助理当然有一些透过媒体放话讲说，国民党助理非常不以为然。那包含不分蓝绿的立法院国会助理工会，这个助理工会会发声明，代表说是助理工会的共识嘛？简单来讲，就是反对这个公费助理费用变成是拨到立委的薪资里面，然后再由立委来分配。那他们认为说他们助理的权益会不受保障，这个都是大指标啊。就是以前的民众党长怎么样？以前的民众党长成内政很多踹民进党，国防、外交、两岸问题有一些地方跟国民党不一定那么一样。那有一些太离谱的法案，民众党不一定跟，至少在柯文哲时期是如此。黄国昌还没到民众党的时候，过去的民众党也有过党团啊，当时也没有到现在这么的极端。可是黄国昌之后的民众党，老实说就变成是国民党的一个讲难听叫侧翼部队，讲好听叫超级友军。那柯文哲他重掌了他的主导性之后，我研判接下去的情形会变成这样，就是柯文哲跟黄国昌2个人的动机不同。柯文哲要的是民众党继续的往下走下去，民众党要继续有能量。那当然，黄国昌他要的是教训民进党，然后他要的是只要跟蓝的两边路线一起走，那对他个人可能有利，也许他未来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做什么职务，还是说有合作的空间。那所以他们2个人交集线变很小哦。我要谈的是这一场直播谈什么内容不重要。2个如果认真他们2个谈的话，内容只剩一个交集，就是他们2个都很憎恨赖清德，憎恨民进党。柯文哲，你看到他秀这个电子脚镣，就是让大家觉得他觉得他被迫害嘛。黄国昌在里面先慷慨激昂陈述说，我在当主席的时候跟国民党做了什么法案的合作，然后什么，他证明他自己是有价值的。可是柯文哲对他的回应其实相对也没有到这么的热情，他就是心里如一，然后把他要讲的讲完。黄国昌要走的讲完，所以最后回到我觉得大势没有改变，柯文哲逐渐把民众党变回柯文哲的民众党，然后现在黄国昌也挡不了。那真实会变成怎么样？要1月31号之后，现在黄国昌这样直播讲说，他1个礼拜会去指导2天民众党的立委，怎么个指导法？你指导跟你自己上阵那不一样哦。那有人指导你，那柯文哲可不可以指导你？那未来这个党团会走向到哪里？我举例，国防预算，国民党肯定有个态度嘛。民众党的态度是什么？比方助理费，国民党有他的态度嘛？民众党是什么？也许就会跟国民党不是那么100%一样。
民权会不会担心从助理费这个案子往下看的话，那民众党的自主性跟国民党之间不会再合成那个样子？2024的噩梦会再现一次吗？第一个，到目前为止，蓝白合作沟通都非常的顺畅。两党主席在之前5人小组碰完之后，我知道近期还是会有持续碰面沟通的场合啦。有些不能讲太多，不然我会被修理。就说合作的大方向绝对没有变啊，甚至就我所知，宜兰会是蓝白合最先谈得成的。现在包括中线跟晚会也是最后沟通的阶段，不论是采取民调，大概下个月这个月底，甚至最晚下个月初，一定就会有共识了，就会有推出一组有最有胜算的人选。那我觉得当然有存在2个变数嘛。第一个，柯文哲的官司宣判，就说他提到要参选，是说是他的主观意愿，还是说他只说他有请缨到南部驻点，他还没说对他要选哦。对啊，所以就说他的表态就是一个嘛。那另外一个变数就是说，民众党的立委明年2月1号8上8下嘛，怕拿球赶快5上5下，就说也会存在有变数啦。当然，因为接下来就说过去因为2年期间蓝白在立法院合作很好，很有默契。那未来的情况要重新磨合，只是说我就目前了解的话，蓝白之间的默契还是存在的。你说助理费案这一些，现在只是不为审查啊，现在党内有相当大的反对的意见，那副委就暂时停下来啊，一样啊，就是说暂缓啊。那民党也要面临这个问题啊，譬如说你阿扁要去主持政论节目，那你冠廷是去当特别来宾呢，还是说冠廷也呼吁党中央，这不行呢，先缓下来啊？这也是表达一个立场啊。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目前跟蓝白之间的合作，就我所知的都没有问题。那你知道新北的部分是这样的，因为刚才冠廷是觉得，如果照这个脉络往下走，如果柯文哲真的到南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黄商在新北没有道理退。对啊，所谓的没有道理退是说蓝白也不用什么民调的整合，他就必须要扮演母鸡到底。对，如果就一路打到底，如果连柯文哲都去选，然后了，当然冠廷是期待说蓝白各有2颗太阳参选到底，他就可以躺着选了啊。可是目前依照蓝白的默契，包括黄国昌之前在5人小组公开提到，他会。如果假设经过一个公平的机制，他民调没有赢的话，他也愿意全力辅选。那就我所知啦，很多蓝军的小鸡，包括新北的议员、冠廷的同事，我动的不是恁动的啦，我们的议员呐都已经帮川博准备好、物色好看板的那个帮他准备好，不论是自费的或免费的都有。我知道很多区域都有啊，中永和、新庄都有。李世川已经开始在跑新北的行程了，他早就有在跑了啊，所以目前就媒体的民调啦，川博还是领先黄国昌有一段距离啦。那最后启动会怎么样？不会太快了，所以这个可能要到明年3、4月才会进行初选，所以会让冠廷持续有见缝插针的空间呢。只是说我们会努力澄清呢。OK， 但任俊，你再怎么讲的话，因为2024曾经发生过，那大家都在现场看到了那一幕嘛，包括6点协议签完以后面发生的变数。因为民众党毕竟就是民众党，他们一定有很多人。那个时候，他们有人会觉得说，如果这样一合下去，民众党未来这场仗就等于民众党没得打2024那场总统选举嘛。是。那如果要自己出来，才会有自己，所以才会有后来。那个3%、6%，连柯文哲直播还要再讲一次，叫你们不要再搞这个把戏了，好不好？不会啦，柯文哲说的好不好？不会啦，民调会稍微精准一点。OK， 对，任俊，所以在这个角度下，当从那个日常直播，大家看出来说，柯文哲其实他才真的是话事人啦，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当时的那件事情再来？因为他要的是民众党的主体性。黄章要什么不知道，他也许要自己的政治发展，他当然也要顾民众党。可是显然2个人那个高低顺差是不太一样的。那句要到南部去常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先讲哦，这个蓝白合作，国民党在民众党的队友叫黄国昌，但是蓝白合作呢，国民党在民众党的对手叫柯文哲，两个不同。好。黄国昌当然那个跟郑丽文会面的时候讲了非常多哦，那个他也这个不扯后腿啊，什么都公平机制都怎样啊？那你光你光看柯文哲在那个黄国昌跟郑丽文会面的那个时候，先有一个陈志涵，后面会面完了之后，柯文哲自己跳出来，还在强调民调，还在强调这个，那你就知道嘛。黄国昌谈的那一大块，基本上对柯文哲来讲，那已经翻页了，没有什么好去在乎这些，因为
黄国昌所提的那一些，感觉上这个我这个愿赌服输又怎样？那当年都是柯文哲的伤，那是柯文哲心中的痛，不然他没事那一天直播还在那边不要再让6%，他不需要提这件事情啊。民众党多少人跟国民党都说那个6%已经翻页了，连林涛都能跟战狼小姐姐握手言和了，还有什么不能的？但对不起，他们俩真的握手言和了吗？不是啊，那林涛坐在那边不是说翻页了？林涛只这样说。不，陈志涵也说这个东西都翻页了。OK， 那很好。但没有啊，柯文哲没有要这样安排同场坐一起了。OK， 我觉得他们如果愿意，很好，对不对？很好啊。不是，但柯文哲没有嘛？柯文哲还在讲那个不要再让6%。你那个民调要搞清楚，你要全民调，你就知道他对于黄国昌的，他黄国昌有没有私下跟国民党谈怎样？我认为柯文哲已经觉得不重要。刚刚提到说那一天会面什么5人小组，哪有什么5人小组？他从头到尾就台上就那2个人坐在那，那剩下那4个大家就坐2边而已，哪有什么谈？因为后来是责成说要由这个智库去啊，国民党很认真啊，搞了一个智库嘛，对不对？哇，李鸿源呐、陈冲呐做副董事长啊，虽然交接也没到。民众党的智库跟你交接的在哪里？没下文了啦。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说国民党的对手在那个蓝白合政上对手是柯文哲？你再回来看柯文哲每一次丢了一个说啊，我自动请缨啊，我到南部去。你要跟黄国昌请什么缨啦？你都他老大嘞，黄国昌都称你为老大了哎。但是柯文哲丢南部的这件事情，不是柯文哲第一个说不是他第一个说吧？蔡壁如有说过对不对？蔡壁如去台南，寇姐也说过，对，寇姐说去南部啊。民众党当时被问到这个的时候怎么说的？大家去看一下民众党那些什么他的那党发言机器是怎么回应的啊？不要那边乱啦，不要怎样啦，不要乱搞一个。柯文哲突然丢一个出来，我就讲嘛，就蓝白合作，老实讲就是全台大家一起来谈嘛。可是真正能谈的有多少？你光看郑丽文，其实这一块，我觉得他脑袋反而清楚，比他两岸关系更清楚哦。他在蓝白合这件事情上面，国民党的态度其实都一致。第一个，我现任的要连任的，我不会让，这第一个嘛。第二个，我现任任满的，我也不让。那2任都我们当选的，我为什么要让给你？那席次也是我的，这国民党态度没错吧？2任任满的，我干嘛让？我也是可以赢啊。上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没有你们其他人乱吗？也有乱啊，我一样当选嘛。所以你光看北部有什么地方有这个条件，蓝白合县市首长都不要谈议员啦，我觉得谈议员太虚幻了，本来就各自努力嘛。北部没有了嘛，唯一一个看起来有能够谈的是新竹嘛。国民党怎么说？你们如果是高虹安再说，如果不是就重来嘛。民众党也讲新竹不让，北部没有机会。OK， 中部呢？中部你跟我说有什么哪一个县市有机会？那东部更不要讲了啦，对不对？那唯一一个柯文哲为什么开一个南部？因为很简单嘛，南部对国民党来讲是艰困选区啊。虽然民进党也没有很好啦，民进党自己也担心啦，但是南部对国民党来讲，在这种艰困下面，柯文哲反而说，我先去南部。以后南部要谈的，你认为会找柯文哲谈，还是找黄国昌谈？当然是找柯文哲嘛。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整件事情，黄国昌大概在这几次的直播里面跟柯文哲的那一块，你看得出来，黄国昌扮演的是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他已经没有在整个的蓝白，特别是蓝白合作这个议题上面，柯文哲很明确的透过直播这件事情，把主导权拉到自己上。黄国昌连反驳都不敢反驳。那一天黄国昌应该讲什么？主席，我那天公开讲过了，这个立场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一定公平。然后我们如果输了，我们绝对不会翻脸，我们绝对不扯后腿。没有当柯文哲出来讲说那个民调不要再那样谈的时候，黄国昌一句话都没有说。所以我认为柯文哲很清楚的知道，当黄国昌不断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更好笑的事情是，柯文哲说我自动请我到南部，主席你先处理一下你的言辞辩论庭啊。不是，你又不是他律师。你上次你跟郑丽文会面的时候，记者也问你，你也是这样讲哦，主席那个柯文哲要面对他的那个司法的那个，没有啊，柯文哲告诉你没有啊，所以黄国昌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当柯文哲今天告诉你说我的主导权拉回来，黄国昌他只好说什么？柯文哲还指派他任务啊，我跟你讲啊，那个新的立委，
民众党，我就问一下，新的接任那7个立委，有人完全不懂吗？许忠信也当过啊，你要台联的那时候，当过总召吧？对，当过总召，当过。他对立法院会比你黄国昌不了解，需要你那边2跟5要跑去那里，要跟人家下什么指导棋？你们不是也党团自主？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整个事情看起来，柯文哲已经在告诉所有民众党人，所有的东西回到柯文哲定于一尊。接下来国民党不会不知道。我如果今天真的要谈合作，我北部、中部国民党不会跟民众党谈呐。那南部呢？不过，如果任俊讲南部呢，如果真的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不晓得，或者柯文哲，对，柯文哲跟黄国昌2个都有事要忙。柯文哲主席前主席要先忙那个延迟辩论，可是他的案子就是摆在那儿要打了嘛，就已经打了1年了，然后接下来就延迟辩论往下打。黄国昌主席呢，现在有一堆我也不知道狗仔们的事儿，这未来2月1号以后会不会有侦办的一些动作，也不知道往下都要忙这些东西。可是显然在这个节骨眼要合体直播，一定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的盘算。甚或对柯文哲在延迟辩论前要做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意义吗？我觉得柯文哲就是要收拢自己的政治能量，为官司他的官司需要政治做基础啦，所以他必须要去收拢他的小草啊，所以才会在最近才会不断的在制造声量啊，除了陈佩琪每天的碎念之外，对不对？然后柯文哲就每天做好几大堆嘛，我问你，他讲那3%、6%啦，好，民众党现在是哪一个民调比国民党高啦？你要攻这边创啊？他就是出来吃豆腐嘛，他出来蹭声量嘛，对不对？同意。我要去南部住也是一样嘛。我就问姐，他现在是民调会比谢龙介还是柯志恩高？有本事就下去比民调嘛，一次就砍就起来啦，对不对？你让台南去民调比谢龙介高，国民党让你嘛；高雄比柯志恩高，国民党让你嘛，对不对？他敢比吗？真的吗？他仇恨值这么高，冠廷你不同意吗？你觉得他会高吗？我真的没把握。如果谢龙介跟柯文哲比。我觉得我就不一定，我觉得他一定输。他仇恨值这么高，冠廷你不同意吗？你觉得他会高吗？我真的没把握。如果谢龙介跟柯文哲比。我觉得我就不一定，我觉得他一定输了。所以说，你自己的形象出问题，你自己的仇恨值又这么高，所以你的状况，所以他也不敢讲说我要去选嘛，讲我要去驻点嘛。我今天是谢龙介，我是柯志恩，我都拜托你不要来，因为你今天来就是事多嘛，然后你能够带多少票？你现在不是当初有小草的柯文哲，你现在是背着一堆官司的柯文哲，你搞宰雷家。我们才被安诺，就好像你今天叫阿扁去谢阳去左冠霖的选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对不对？不会了，陈前冲动，如果愿意来我这走一走，对，他都欢迎，陈志欢迎，选区你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嘛，对不对？对啊，来一次可以，因为肯定来嘛。他不要常驻，他如果要常驻，你说你是国民党，你要是不是要昏倒？对不对？你带来的是一堆麻烦。然后后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他带来的也许是个麻烦。那我如果就告诉你我要到台南，国民党像龙介他们一定就疯了。我如果告诉你我要到高雄，柯志恩他们一定也疯了。所以我继续扮演我在2024年那时候，柯文哲还记得那时候立委选区的时候，他讲过一个嘛，关键选区不要多10席，我各摆一个下去。国民党你要不要来跟我谈嘛？不是，你就不会这样。我在那个地方把整个搞乱了以后，还记得《投名状》那部电影吗？第一场大战，那时候庞青云他们800个人把人家5000个部队搞乱了。他就是要这个样，我就是要把整个搞乱以后来啊，你们来跟我谈啊。他现在状况就是我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重拾我在民众党的话语权嘛，我在我官司上面才有人支持我嘛，争权夺利，我认为不至于啊，就因为他讲一算，你官司没解决。黑龙不好了，但问题是我这个时候就是不能够放给你啊。OK， 我就是非要乱不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而已啊。范老师，你也觉得柯文哲只是要下去，只是要让乱一下，但是不会真的要干什么吗？或是对黄昌主席来讲的话，不是你们刚刚把黄昌主席都讲的好像只是在旁边，只能呼应一下，只能做一些，人家好歹他是民众党主席，也带着民众党打了这么久的仗。柯文哲他们不是讲说这一年还真的要靠黄昌啊？我觉得他去南部那个当然就是说一说啦，因为我觉得柯文哲在南部，特别台南、高雄、屏东这些深绿的地方，他的仇恨值很高。因为大家认为他不会顾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北谷的人，你看杨秋兴当初在高雄，高雄县长当连任做得多好啊。当时要跟陈菊争高雄市长，我问你，他底气够不够？他有在地的底气啊，他有调咖，后来不是出来就完蛋了吗？所以我觉得在南部这种地方，你很难撼动，因为现在民众党已经被，特别是黄国昌这1年多来，就把民众党被归为成小蓝，这个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就是要避免变成小蓝。那他还要重新找回他的市场区隔跟市场定位嘛？但是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很聪明的是，他新北市现在民众党只有1席4亿元，民众新北市有13个选区，我如果13个我提名1个，我从1席变13席，我想到我半夜都掉口水，13席我可不可以成立党团？可以哦，我13席如果跟民进党去，或我跟民进党或跟民党合作，民党可能席次不会比国民党多嘛。我们来争取新北的正副议长，我要副的，你要不要给我？那他台中会这样搞，他甚至可以拿正的，他甚至可以拿正的哦，因为我是关键少数哦。因为对民进党来讲，也许我正的就算让给你啦，我只要让国民党不要坐那个位置就好。好，台北市有没有可能？桃园市有没有可能？台中市有没有可能？我民众党如果当上县市议长联谊会的会长，我告诉你，我民众党是会火起来的。那还有实力的哦。看坐那个位置看350个，要5个啦，就来要5个啦，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当个副人有可能吧？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正在看的是这一块。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跟国民党？对，我们的历史上过程不是没有发生过，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有小党跟其他人关键少数，对关键少数，结果坐上的是包括副议长啦或什么。有很多会是这样子啊，你们担不担心这个？不然范老师讲的跟现实有点脱节。什么脱节？明年就要发生了，还脱节？对啊，都要冠廷来共选正副议长，看怎么好搞啊！副议长不是谁？联谊会啦。联谊会是联谊会那个是地方议会的话，我觉得有机会哦。民进党就会合作哦，对，有都可以谈啊。哎呦，当然，如果你说建筑历史了，在立法院都合作过，都有啊。新党跟民进党都有合作，还有夜间大和解咖啡，这猴子跑过来，可以问他，他很了解啊。所以柯文哲如果真的熟知这些的话。有可能，那对你们，所以我现在对冠廷，对蓝白合，对冠廷很尊敬，因为他搞不好会是新北市议长。就我了解，目前蓝白的合作的默契跟善意，譬如说他们要提名存晚会的时候，事先真的通知啊，连我都接到电话了，就说他们是真的很礼貌、很周到，就说默契很好。列本员工，他们是故意假装。不至于啦，真的要合作就要拿出诚意。确实，2024的时候，那时候选举的那时候的那个是惨痛经验，在对双方都有没有疙瘩？有。可是如果你要如果真的要合作的话，互相算计对方的话，合不成啊。可是目前看得出来，我们在县市长的这个层级，目前的合作是非常有默契、有善意的，所以不至于像范老师出现。范老师有时候。理论派多过于实务派啦，务实派他实际上操作可能有点脱节。但将军现在看起来的话，从那场直播一路延伸下去，包括大家会讲馆长跟黄国昌之间，因为馆长其实一直都很挺民众党，那他甚至直播直接讲说国民党他也挺，民众党他也挺，可是到底国民党跟民众党真的帮了他一些什么？大家真的在这方面，因为他到中国大陆去要不管你要经商要干什么这些。真的，大家就开始渐行渐远了，知道吗？这所有这一些点，包括这次大家讲助理费案的这件事情，国民党是真的听到了这么多民众的心声、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暂缓，是真的听到了这些了吗？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当白银直接跳出来就讲说那个东西他们根本就不会跟着这样走的时候，未来的那个是不是裂痕真的看得到？馆长刚才武哥说挺过蓝的，挺过白的，没有，他也挺过绿的。对，也挺过绿的。他开始最早的时候，对，但蓝白都没有帮他，绿的有帮他。绿的真有帮他哦，他自己都承认啦。我当时挺绿的时候，我有赚到钱啊，挺蓝白都没赚到钱了。对，连有赚到钱有帮他的，他都可以跳水，他可以反水了。蓝白算什么？蓝白算什么？有帮到你的当时我记得没错，馆长开健身房，蔡英文总统还上举光日还上过举光日，我都看过。绿的真的有帮他哦，帮他都可以骂成这样。你以为馆长跟你讲的是所谓的政治价值，还是观念，还是社会价值？没有，他讲的是财力了。当我觉得我赚的不够多的时候，看看柯文哲那个地方人蛮多的，去蹭一下会赚多少？没赚到，国民党也没给他赚到，他就讲了都没赚到，赔了一屁股。所以馆长跟蓝白没有在切割了，我觉得他不是在切，他再切就没了啦。全台湾最大3个蓝白绿，不就没了吗？他全切不就没了？
所以他没有在其他在试探。我觉得馆长是在试探，就是看看我这样子骂黄国昌，这样子讲罗志强，他们会不会骂我？没有骂我没有骂我这就有市场。所有的这个你做这个网红网红为什么莫名其妙就2个网红就互骂，情人跟男朋友互骂，2个同台的互骂，有流量嘛？就看你们2个以前这么好，骂他一下，有流量就再嘴一下，再越嘴越辛辣。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柯文哲，黄国昌，黄国昌跟馆长之间的一来一往会越来越辛辣，这样才有流量，这样才有流量，因为黄国昌流量在掉嘛，馆长的流量也在掉，这只有2个人互吵才会有流量，他斗而不破，斗而不破会越讲越难听，但是不会斗破，斗破就没了，斗破就没了。2个人都在保留什么？在保留政治环境最后的那条线，因为现在的政治环境跟馆长刚刚出道10年前嘛完全不一样，馆长刚刚出道的时候是敢骂、敢呛、敢说，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次他是讲老共飞机过来打下来啊，我陆战队的有什么好怕的？老共过来我站第一线。那时候他的流量冲到最高点，后来发现他讲久了没用啊，因为他没去打嘛，对，那所以他就改变了，他就直接把它做一个反转，开始挺国民党，开始挺民众党，大家觉得好奇怪，他本来不是挺绿的吗？怎么突然间来挺蓝跟白了？大家觉得有意思，去观察，观察真的发现没什么好玩的啊，他也是嘴而已嘛。所以现在黄国昌变成这个馆长最难解释的人，因为他跟黄国昌一起站上凯道是为了什么？这个居住正义，最后发现黄国昌的这个豪宅上亿，他要怎么样去解释？他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他帮黄国昌建立的是反黑箱，是反权贵，还有反大党。可是现在国民党也算大党吧？黄国昌跟他绑那么紧，算大党啊。所以整个黄国昌的这个形象全毁。那最主要是我觉得把这个馆长压到喘不过气来是什么？是去日本，是黄国昌到日本去。各位知道，现在中国的小粉红也好，跟日本虽然没有开战，他们在网络上早就开战，这时候黄国昌跑去跟高市早苗的桌子照相，馆长被骂爆嘞，所以馆长出来嘴一嘴是必然的。可是你知道吗？黄国昌没有打电话给馆长，他说黄国昌打电话给我，你们不要挑拨我们了，打给谁？打给我的助理。他问怎么问，你知道吗？他问说，馆长是怎样？馆长是怎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骂我干嘛？就这个意思。如果今天我跟范老师很熟，如果范老师今天跟我有什么纠纷，我报告范老师，我哪里得罪你？你指示一下。我不打给范老师，我打给他儿子。你爸最近怎样啊？他干嘛啊？这搞什么啊？各位，这是没有误会吗？当然有误会啊，当然有误会啊。可是我却可以拿出来讲说，没有啊，我有打给范老师啊的儿子。所以这不对，这2个已经开始有纠纷、有问题了。可是呢，不会斗破，因为斗破之后，观众连期待看他直播的那种吸引力都没了，所以会一直斗下去。那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馆长最后讲，因为他这个性情中人，他讲泛泪，你知道吗？他泛泪，他说我挺蓝白挺成这样，我亏了多少钱啊？怎么柯文哲出来也没有来见过我一次，也没有约见我过一次？我帮罗志祥帮这么多，他也没有给我讲过什么。他真的泛泪。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帮绿的有获得好处，他现在帮蓝白没有好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于国内整体来看的话，除了政党之间在未来2026、2028以外，你可以看得到每一件个别的一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民众大家的一些，包括对政党的支持、政治人物的支持。关铁是2件事，第一个，助理费这件案子真的是被骂到最后不得不暂缓吗？难道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出来，大家这谁会接受这样的事呢？那这是一件事。第二个，小红书这件事情，小红书这件事情，等一下明姐也回应一下，包括小红书这件事情，因为莱茵的人，包括连蒋万安都骂得非常凶，包括现在怎么样，台湾现在也已经永远不自由了吗？要翻墙了吗？所有这些来，好，我先讲这个助理费的事情。助理费，我觉得国民党尤其陈玉珍、傅崐萁等人会始料未及没有想到就是他们每天最核心、最互动的这一些助理们反扑会这么大。最新的讯息是，助理工会现在要求，礼拜5以前陈玉珍撤案，韩国瑜要出来挂保证，
不然礼拜5助理工会要到议场抗议。哦，你想象的状况，这些助理工会的成员都是。他的老板们就是要在那边开会的，然后现场我的助理来现场来抗议我们，那这个场面如果发生的会非常的荒谬啦。我必须讲哦，国会助理我也当过，就是其实在整个立法院的体系当中是最弱势的一群。那也因为助理工会这么多年的争取，所以让大家包含劳保、包含一些权益的保障、最低薪资等等，有跟上时代的潮流。那这个陈玉珍版本，我先讲，很多过去大家讨论的事情是说。公费助理的大水库，我明明支出的比较多，拿的比较少，有没有办法可以有挪用的问题？这本身就有争议喽，不是每个人都买单哦。所以有一些法官后来判有罪，有些法官判无罪。可是结果搞到最后变成是，没有了，这个助理费变成国会议员可以完全自己支配。所以白话文就是等于从立委到议员，变相的加薪的几百万嘛。这个事情。最后我讲最极端的情形，我一个立委，我全部不聘助理，我聘一个人在立法院就好，其他我全部把那些钱全部放到口袋合法，然后我最后全部都养就是便当助理，那这当然不好嘛，所以国会助理才会炸锅。那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事情是，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撤案，刘许婷代表国民党出来发言的讲法是说暂不排案啊，可是现在这些国会助理们，因为他们都是内行人嘛，只要政策一改变，马上可以抽出来，马上可以到委员会审查或进复二读，这是有可能的。过去也有法案这样搞过嘛。只要政策一改变，马上可以抽出来，马上可以到委员会审查或进复二读，这是有可能的。过去也有法案这样搞过嘛。为什么不撤案？就代表陈玉珍等人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弃。所以我觉得就等着看韩国院长怎么接招嘛。包含前几天，我记得韩院长好像被媒体谈下来受访，这一题韩院长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最大两问，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变成国会议员突然之间对那个薪水暴涨，对，那当然你要聘助理，你愿意要那个照着做，这是一回事。另外一个是有没有被个别的一些，包括有涉案的一些的委员，那有助理费的问题的人，会不会因此就等于脱罪？对 ，OK， 这是大家在争议的两个最大的一些的问题嘛。对 ，OK， 来下一个。第二题是小红书。小红书的事情就这样，这事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土地上面，就要配合中华民国的法令。我先讲一个不要这么敏感的，讲几年前我有经手跟有参与过的，当时的 Uber 当时曾经一度闹要离开台湾，原因是因为当时一开始 Uber 的司机并没有受中华民国政府纳管，Uber 的车牌没有送中华民国纳管，所以当时交通部直接跟美国加州的 Uber 总部两边谈判的关键就是，我们欢迎你们这种有高效率品质的车辆跟 App 跟这样的系统在台湾，可是你必须要纳管。所以最后关键两件事嘛，人合法，车合法。所有你现在看到 Uber 的司机都有计程车司机的执照，所有 Uber 的车辆都有计程车的车牌，所以我们可以用计程车的标准要求他。那当时 Uber 认为说我们的标准比计程车还高啊，那很棒。可是你至少要纳管。小红书一模一样。小红书的状况就是，当我今天的诈骗案，我跟你联络的时候，你小红书在台湾的单位或代表单位可不可以给我们回应？因为我们要抓诈骗，所以你看当天那个记者会是刑事局在刑事局召开的，因为打诈是重中之重嘛。那其他包含至少连抖音啊，国际版的抖音至少还会回啊，我们还可以沟通啊，我们找得到人。小红书在台湾你找不到官方的代表，所以这当然得禁啊。所以这也不是真的禁啊，就1年之内让他们改善。那这个事情就好好改善。你们想争取台湾的市场，好好的来把这个所有的相关的法规配合台湾的法规。所以你看了5个，我讲到现在完全没有在跟你讲治安，我完全没跟你讲说什么老共的这个意识形态渗透啊什么的。认知作战。我这2题我都先不跟你谈，我就只谈你在台湾你就要遵守我们法令，要纳管。OK， 来，明显助理费的案子是被逼的，那未来呢？真的就应该，如果以国民党立场，也是撤了就算了吗？这个部委在委员会审查了，并没有撤案的问题。OK， 就是有没有要排案，继续要审查，现在是冷冻下来嘛。所以这个因为是个别委员提案的，你说量身定做吗？你说会严宽量身定做吗？民众啊，过来丢啊！你不论林怡景或林黛华，你说陈玉珍提案是为了林怡景解套吗？民进党不会去提这个案。
所以这件事情都有。那你怎么从制度性？我看民进党团钟嘉宾的讲法，说这个只要不要进负恶徒，进入委员会去讨论就可以啊。所以这样目前暂缓下来，因为有反弹，不论是助理反弹，甚至包括很多立委也都认为说应该要暂缓。那不排案是一个方式啊，所以并没有撤案的问题啦。这个要问老资格活化石也在这里啊。立法院撤案是在那个还没有排案的时候有撤案，联署的时候是有撤案啊。立委员会啊，那撤案一个冰冻是一个方式嘛。那至于说小红书啊，冠廷口口声声有没有纳管的问题？内政部第一时间出来讲要打诈嘛，打诈好，你要打诈，你打诈诈骗金额的话，在小红书会不会到1%呢？你不论中央跟台北市公布的都不到1%0.0几也不到1%。如果你比例比较大的话，在哪里？脸书诈骗、赖诈骗，拜托，如果要打诈，请民党依照民党逻辑，脸书禁掉啊，他也把它禁掉。然后还有 YouTube， 你知道吗？我今天跟高嘉宇在中午上他直播的时候，他说他的脸也被拿去诈骗，还有很多谢金河啦，还有那个台积电的张忠谋啦，那个都在赖群组上面，还一堆呢，啊，那不是他们要禁掉吗？所以老讲民进党禁小红书的理由不是为了打诈嘛？好，你有打诈，你1个月拿成绩给我看，1年后拿成绩给我看，有变好，我都相信你。他们都为政治理由嘛。如果小红书老讲，我没有在看小红书，我也没有，可是我有听到小红书我后来才知道，美妆的旅游啦，因为最近议题讨论很热，所以他跳出来啊，他禁的理由老讲就是政治理由嘛。啊，如果就是说如果小红书里面的报道说大陆都很穷啦，高铁没有靠背啦，然后穷到吃不起榨菜啦，穷到去啃树根啦，民进党都很棒，就不用禁了。所以我就说，民进党这种模式不应该用政治模式。两岸本来就要多交流啊，你大陆好也歹，你都多听嘛。所以老讲过去在台湾选举的时候，他们都翻墙过来看我们选举，我们民主制度很棒嘛。所以你越近，老讲很多人最近很红的一个商品叫什么 VPN 啊，VPN 开始就有很多人卖了翻墙。我还是要讲就是我们这件事情跟政治无关。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误的引导。就明清哥刚才讲那个，我不太能接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是因为政治因素，抖音在台湾的影响比小红书大得多嘛。就关键是找不找到人，我们就将心比心嘛。我们每天办公室，明贤哥你一定办公室也接到一堆诈骗的陈情。今天小红书的问题是，我们接到诈骗的案子，我们的刑事机关，我们要跟他们调资料，找不到人，他没有接受落地给中华民国政府管辖，而抖音国际版有，Line 有 ，Meta 有。YT 有 ，Google 有，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不能讲说它的量少，所以就没关系啊。它还1%呢？你来想这，你对60%，你对脸书去查。对，脸书有啊。所以那些部长是不是失职？没有，脸书有查出来打诈有下降吗？有。所以民党立委在质询是这个啊。你要禁我无所谓，你就去禁。你就不要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这本来就两件事情啊。第一个 FB、YT 甚至 Line 里面的诈骗，可不可以做得更好？我完全支持。可是今天这几个公司，我现在纯粹就这几个公司有没有配合中华民国政府？当我们发文跟他要资料的时候，他会马上提供。会，你刚才讲的这几个还都会。小红书问题是，抖音都还会提供给我们资讯，今天小红书在这里没有对口，不提供资讯，所以在小红书被诈骗的台湾人求助无门，所以这跟政治无关。不要再讲政治，是政治的话就进抖音的啦。就是你不纳管啊！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中华民国政府可以忍受每一个没有纳管的软体在这里，然后台湾人被骗，然后我们刑事单位两手一摊讲说没有，就是因为对方我们找不到人，就不对嘛。后之第一个刚才讲到，包括除了小红书这些对未来的一些影响以外，当然更重要一点是财划法这件事情。财划法看起来，因为立法院反正已经复议已经失败了嘛，对不对？行政院复议失败，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个往下走，媒体上传出来就是卓荣泰院长有考虑说，是不是后面不执行？那不执行这个后面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另外一个，阿扁前总统真的要在媒体上面主持真人节目？看起来是吧？我先讲财划法，就是说，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桩了，因为之前的军公教加薪总预算就没变了，那他现在财划法意思就是说我又不理你嘛，不管怎么样，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我就不理你。但是这东西我先讲，就是说，你行政部门不执行立法院的预算这件事情是会天下大乱的。军公教加薪总预算就没变了，
好，那他现在才画法意思就是说我又不理你嘛，好，不管怎么样，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我就不理你。但是这东西我先讲，就是说，你行政部门不执行立法院的预算这件事情是会天下大乱的。好，第一个这件事100%违宪。好，我先讲，当初张俊雄停建核四的时候，立法院通过了预算，你不执行，那就违宪了。好，大法官最后就判定你违宪。现在是法律案通过你不执行，这个比那个预算案更明确。好，所以这是100%违宪。你今天行政院长要这样搞下去的话，就真的没完没了。好，我前两天在看说那个李在明要去清算李习月，说要用纳粹的方法去追嘛。韩国为什么每次政党轮替都这样？我觉得台湾接下来就只有这样啊。你如果可以做到说立法院的预算立法院的法律我不用理的话，那你接下来政党轮替之后就只有整个全部清算掉，不然没办法解决，搬不回来嘛。以后所有立法院的立法都白立，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案子你自己还提了提案，你自己还提了院版呢。好，立法院这个版我通过我不理你，将来你通过到我有院版才能算。你现在是什么？行政院长兼宪法法庭啊？你整个监督职能全部都破掉了嘛？那个将来这个将来是没救的。好，即便说现在我们认为说现在的那个实行大法官可能都跟民党搞比较那个现在的8席大法官比较亲绿，你把它补足，你现在赖清德有本事把它补足提看这东西会不会违宪？100%违宪啊！所以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今天要做到这样的时候，没有得救嘛，所有监督制衡的机制全部乱掉。你现在是趁着这种说原本宪政上面大法官不足额，所以这个机制没有办法纠正我，所以我就当做你不存在。以前还会说我先提释宪，提暂时处分，暂时处分完之后，好，大法官做的对我有利的解释，所以我就不理你。现在不是暂时处分我也不用释宪暂时处分都不用，我自己做大法官，我说你的东西不存在就不存在，哪有人这样干的？范老师，才画法这件事情，刚刚讲说接下来会天下大乱，那要怎么办？我觉得无解啊。但是我是觉得说，台湾的社会还是有一股中道的力量。你说刚上这个小红书，你说有300万人在使用嘛？当然有人会不爽啊。那有几种方法嘛？你就找立委去咨询嘛，或者你就去控告政府嘛，或者你就上街头，对，上街头最直接，我们300万人上街头，占满凯道。但是现在你要第一个是你有没有那么多人呢？如果你到时候去了半天，那小猫2、3只就被人家看破手脚了，那这300万也就没了嘛。所以我觉得，当然，民进党也在赌啊，不是说赌啦，就是在看啦，你这个300万是不是能够成气候嘛？如果下礼拜根本不讨论这个，那等于说我们这个进小红书就得到主流民意支持嘛。那同样的，你说像这个财划法也是嘛？那因为现在大法官没有在运作，那你立法院通过了，那我要么我就不附属嘛，所以让他没办法生效嘛，这也是一个方法嘛。那就是变成，因为我已经找不出可以合理沟通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沟通管道。那大家看的是民众党，我觉得民众党这8席未来在明年2月1号很有意思。如果柯文哲真的掌握了的党的话 ，OK， 他不会像黄国昌是完全站在国民党这边，他会选择，甚至我觉得他们在像国籍法的修法，他们有在看呢，所以我觉得民众党这8席有没有可能倒向民进党 ？OK， 然后国民党如果再少个1、2席，如果没出席干嘛的，那搞不好也改变哦。所以我再来你说这个助理费也是一样嘛，我说国民党这几个立委，陈玉珍，你现在晚上最好不要在立法院走来走去，旁边都是助理，小心，那快没工作了，你这样搞下去，你立委1个月是19.8万，1年240万，你每个月的助理费是将近56万哦，47万是薪水，9万加班费，56万如果加上12个月，还有年终1个半月，1年是756万。OK， 你帮自己加薪啊，自肥呀。然后出问题说什么？因为很多人因为这个助理费的案子被法办，所以我们要修改。那我建议
我们法务部去调查哪些案子、哪些罪行是被起诉最多的。这个法条应该废掉。不好，现在这样搞，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引发到民众愤怒嘛。然后我觉得现在是连立委都，而且立委里面还是蓝的立委居多，他们可能现在快过年嘞，没工作嘞，所以王一川就说啊，我不分区，我不孝顺你，我这个756万，我全部拿来作为我自己使用。他可以这样讲，但是开玩笑的啦。今天你这时候搞一个，那你现在立委搞，你市议员要不要搞？大家都要这样做。OK。我建议学术界，我们也有助理，我们助理有费，我们也要自己领啊，可以这样搞吗？我们有研究助理啊。你是认真的吗？我不认真。老师，你们已经除罪化过一次，对，不要这样子，除罪化也不能这样做，对，也不能这样做，除罪化不能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啊，你不要幻想了，不可能，怎么不行？我猜我这个这个学富五居百富新轮，冠霖是先回答一下阿扁这件事情。好，政府现在什么态度？就是一切要按照 NCC 有回应嘛，对不对？有。我先讲就是这3题啦哈。第一题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节目？我有侧面去问友台，友台是说他们有生一个这个企划，但阿北前总统还没答应，所以还没成呐。这个是他们的说法。对了，我问到的嘛，照实陈述啊，这是友台的说法。那第二个就是说。NCC 的态度 ，NCC 当时在准友台的时候，就是规定不能开政论节目。那目前友台的处理方式是，当然网络不管嘛，就电视的部分，就是他们是处理访谈呐。1对1访谈就不是政论嘛。我就是说，我理解的啦，就 NCC 就是保证说，既然当时友台的成立的条件，那就绝对不能违法嘛。那就看他后面有没有违法。但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那中间呢？第3个。对啊，中间呢？那因为中间当时保外就医有5个原则嘛。5步嘛，对啦这个就是要个案来认定。那我也希望说要服众啦。我讲白，我的态度是这样，就是说，陈前总统当然之前在里面，很多人也觉得说他受了很多的冤屈，然后包含是说他的身体的状况等等。但现在状况就是说，主持个广播是一件事，但到如果说是电视台的访谈，那个规格跟万众瞩目的程度会提高。那对前总统好不好？我觉得也是要深思啦。那我老实讲，最后就是变法务部一定会在立法院被问啊。当然，那能怎么讲？对我们来讲，就是你看到当时那个规定，那有没有符合？那个案嘛，就因为现在我的了解是，陈前总统现在是每一次到一个公开场合都必须提出申请。那他们依照这个需求啊各方面有没有准有没有驳来做个案的审查嘛？那如果是变成带状的，然后又是政论节目。那可能就会比较敏感了。来，任俊简单回应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在电视台啦，问题在阿扁个人嘛。就像刚刚提说，如果陈志涵愿意跟林涛在一起，上节目要问一下制作人呐，不是嘛？他要愿意嘛。我们做节目也不是每个来宾你发他通告他都愿意来嘛，也有这个临时突然不来的也有啊。所以我觉得问题在阿扁啊，就是说阿扁你不会不知道，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是很尴尬的。阿扁没有试图冲撞吗？主持广播而已吗？凯孝那个时候阿扁是怎么弄的？以前还有一个人柯建铭可以在中间帮忙居中协调，包含阿扁到中间什么的，那个柯建铭都协调很多。那时候他可以蔡英文可以透过那个柯建铭去扮演这个协调的角色。那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闹到上了媒体了。当然，刚刚提到说，就是冠廷了解是说阿扁还没有答应，这也有什么好？他去思考我要不要，你看摸玫瑰花瓣哦。可能也要请示那个主管机关。那问题就回来了啊，民进党现在有没有一个这个角色？因为这摆明来讲嘛，是给赖清德难看嘛。这有什么好遮掩的？阿扁如果今天到处真的已经我管你什么的，因为老实讲这一段时间确实也有一些媒体跑去采访阿扁嘛，也有嘛，这也不是什么，但能不能符合保外就医的规范，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数。有更多时候其实阿扁不会不知道，这叫睁一眼闭一眼嘛。那现在有没有人能够扮演当时柯建铭那个角色，说好啊，蔡英文找他去帮忙协调什么的？那现在赖清德能找谁去说？你这样子我也很尴尬，我也很难看。我们在弄国民党的两岸，你不要阿扁在那边扯我一个后腿哦。那对不起，让我小提一下刚刚那个
提到那个预算的那件事情哦，财划法助理费、财划法这些啊。其实我真的必须讲啊，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就是讲制度、讲规章什么哦，其实我也必须诚实的讲哦，在立法院跟行政院的实务运作上面哦，有很多东西叫默契。大家你能忍，我能忍，各让一步就算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立法院可以砍预算，立法院能不能增加钱？能不能明定说要增加钱？不能吧？对啊。那进房补偿条例嘞？进房补偿条例是明白把钱写在这里面呢。行政院吞不吞？他也吞啊。只因为刚刚猴子提到一件事情，说老师除罪哦，我只能这样讲啊，历史哦有时候重演，但重演不见得是好事啊。会计法99之1条的修正案，猴子提的是这个嘛？对啊，当时被称什么条款？严清标条款呐。最后严清标没过啊。对啊，不然那时候为什么大家就讲老师？因为那天修法搞到最后，妈教忘记写啦。叫江宜桦提复议，江宜桦不要嘛？那个党团几个全部出来道歉，还有人下台的，好几个立委下台。当年为了搞一个这个除罪，然后被人家称之为叫严清标条款，今天为了一个助理费案被称之为叫做严宽恒条款。你不觉得这整件事？我特别看严宽恒的回应哦，因为记者会去问嘛，是不是为了严宽恒？讲话也不讲。99之1，严清标。如果助理费这件事情还让严家冠上这一个，同样我用回答阿扁的那个说法，阿扁的那个问题取决权在阿扁啊，那这个问题取决权在谁？未来这些法案，那到底在立法院进展会什么？我想全民大家都会关注这些。那前总统是真的会到电视台去主持节目吗？那包括中间，包括政府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大家也在观察这些。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内来讲的话，意识形态2026这一仗会不会提前引爆？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